疫情大爆发的时候，我沦陷在小村庄里面，很无助，很困顿。在这种日子中，能不能绝地生花哈？拿我这个丑陋的光头来做文章。每日一顶就是带有行为概念的一个摄影作品。我家乡是黔州那个安溪县一个小村庄，然后也封村了。在那么极限的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，跟我妈、跟邻居啊、跟发小啊，烤地瓜啊，然后拉家常啊，天天就讲那几句重复的话，情绪表达这个出口找不到，有可能我那段就得了抑郁症了。最早期是自娱自乐的。那一天我记得很多茶农在捡那个茶梗、竹筛子，里面有密密麻麻的，就在这个头顶上点了一下。我还是叫一个阿姨拍的。第二天我睡得很晚，我妈养了一只母鸡，眯着眼睛在边上，我就捡了一个塑料板，轻轻把这个母鸡抓起来顶。我一晃的时候，它又突然像老鹰一样这样子。那个照片里面就真的就是让你说不出来的感动，能获得自由的感觉。有了这一张之后，真的就有点一发不可说了。每天出门就是信手拿一个放在头上顶。6、7年前我头发是很长的，长发飘飘。后来我得了大病，就秃头了。用我这个整个人体应该最尊贵的地方来顶我爱的东西，我有感知的东西，哪怕一朵小野花，一个那个猪的标本，我还顶过那个牛粪呢，顶我们那边的神像，顶我爱的人，我崇拜的人。在我看，我这个光头就是一个展厅，我整个人就是这个人间的底座一样。拍了可能有2、3个月吧，到了春节了就不封了，我还在拍一些。我估计顶了可能有200、300个以上，把我自己的生命的空档填得满满当当的。有了每日一顶之后，我觉得我整个生命就澎湃起来。人间其实是没有垃圾的，你只要给它放对的地方，其实都是宝贝。可以了。现实里面，从我小时候，我其实就是充满了一种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反抗。我们家原来的成分是不好的，很特定的时代里面也跟贫困反抗，也跟自卑反抗。像我跟歹徒打架，这也是不计后果啊。在大病中重生，也是跟我的病魔反抗。我第一次在厦门海边的展览，就是这个德性干出来的。90年代末的时候，空气中都能闻到那种钱的味道。那个时候就死活就是要搞艺术，像一条野狗一样，到处混，也没有钱，没有什么人脉，谁会搭理你陈文令？2000年的时候，我就做了几十件那个小红人，厦门的唯一房子卖掉，把所有的作品喷成红色的，搬到海边，放在海上、船上、沙地上、树上、灯塔上，给它遍布。在中国当时基本上史无前例的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就是要跟你干到底。市长也来看了，厦大的教授也来看了，艺术青年、市民、乞丐、流浪汉都来。有谁规定说一定要在美术馆，在体面的地方展览作品才能出道，才能被这个世界认知？那下里巴人就不是人吗？我觉得中国下里巴人还更多。20、30年主创雕塑装置冒险性的反抗，这个是一直都在。成就成，不成也就拉倒。人活着就要活得很够很透，是不是？因为死，我觉得谁也逃脱不了。我是秉着这样的性格的，尽量不辜负自己的良知，开心、充盈、饱满，每天起舞。人生在任何逆境中
都能找到逃生的缝隙的，你根本就不要怕。